去看養生村，真正會卡住一個家庭的，不是每個月要繳多少錢，是簽約那一天要先掏出來的那一筆。大部分長輩去參觀，眼睛從頭到尾都盯在月費上，一個月3萬，一個月4萬，心裡拿退休金跟勞保年金比一比，覺得撐得住就點頭了。可是真的坐下來要簽名的時候，桌上那張表最上面一欄寫的不是月費，是另外一個數字。那個數字有的地方是25萬，有的地方是1500萬。你沒有聽錯，同樣掛着養生村、銀髮宅、樂齡住宅這種名字，同樣是給60歲以上生活還能自理的人住的地方，簽約當天要先交出來的那一筆錢，最少的20幾萬，最多的1500萬，中間差了60倍。差60倍不是因為一家比較黑心，一家比較佛心。這一支影片要講清楚的第一件事就是，這兩個數字根本不是同一種東西，它們來自2種完全不同的收費體制。而更要緊的是，第二件事，這筆錢到底退不退得回來，要住多久才退得回来？答案不在簡介手冊上，是寫在合約最後幾頁，那些沒有人會念給你聽的條文裡。先把那一筆錢的名字講出來，它叫保證金，或者叫押租金。台灣現在的高齡住宅收費方式大致分成2派，第一派是月費制，簽約的時候先交一筆保證金，大概20幾萬到40萬，之後每個月照月付住宿費，住多久付多久。這筆保證金不是房租，是壓在那裡的，功能是萬一你欠費或是臨時有狀況要先墊錢，機構可以從裡面扣。第二派是押金制，簽約的時候押一筆很大的錢下去，700萬到1500萬都有，合約一次簽10年，之後每個月只要付管理費1-2萬到3萬左右，房子還是人家的，你付的是使用權，那一大筆押租金放在對方那裡，退租的時候按照合約條件退回来。為什麼會分成這2派？講白一點，是因為蓋這種房子要花很多錢，而經營者收錢的時機不一樣。月費制是慢慢收，房子的成本攤在每個月的住宿費裡面，所以保證金收得少，門檻低，比較多人進得來。押金制是先收，一次跟你拿一大筆放着，用這筆錢去支撐營運，所以每個月只跟你收管理費，收得很客氣。2種都不是新發明，也都不是誰在鑽漏洞。你要理解的是，這2種制度對你的家庭現金流的影響完全不一樣。月費制是每個月從你的退休金裡扣到你不想住為止。押金制是先把你一大筆資產鎖住10年，換來每個月比較輕鬆，一個吃你的月收入，一個吃你的本金。所以標題裡那個25萬跟1500萬不是2家在比誰貴，25萬是月費制的門票，1500萬是押金制的門票。一種是每個月慢慢付，一種是一次押進去，後面付得很輕。搞不清楚這2派的差別，就會發生一種很常見的狀況。長輩看了2家，回來只記得一家20幾萬，一家1000多萬，然後說第2家一定是騙人的。其實2家都合法在營業，只是玩法不一樣。先看月費制長什麼樣子。北部有一家規模很大的養生村，官網現在就把價目掛在上面，任何人都查得到。最小的房型是1房1廳，大約13到15.8平，保證金單人住25萬，2個人一起住30萬。住宿費看樓棟，一棟是每個月27500到32500元，另一棟是每個月27500到3萬元。再上去一階是1房2廳，大約20到23.6平，保證金單人住34万，2個人一起住40萬。住宿費，一棟是每個月35000到39800元，另一棟是每個月35000到47800元。這裡有一個地方一定要提醒，網絡上新聞上講到這家幾乎都只講25萬，25萬只適用最小的那一種房型，而且是1個人住。你只要換成2個人住就變30萬。你只要覺得1房1廳太小，想要1房2廳，保證金馬上跳到34萬，夫妻一起住就是40万。同一個園區，光是保證金這一欄，最低跟最高就差了15萬。所以聽到25萬先不要高興，要問清楚的是，這25萬對應的是幾坪，是幾個人，是哪一棟。房型一換，保證金跟住宿費會一起跳，2個一起跳。再看押金制長什麼樣子，另外一家北部的園區官網也是把方案寫得清清楚楚。15坪的房型，住3到11樓，押租金700萬
住12到20楼，押租金750万；24平的房型，3到11楼是1350万；12到20楼是1450万；30平的房型，3到11楼是1400万；12到20楼是1500万。押完之后，每个月付的叫管理費，不叫住宿費。一個人住每個月18200元，2個人住每個月38000元，合約有效期限10年。你把數字擺在一起看，就會發現一件事，押金制的月支出其實比月費制便宜不少。一個人18000跟一個人27000起跳，一個月差將近1萬。可是代價是你要先拿出700萬到1500萬放在人家那裡10年。這就是為什麼我一開始說看養生村不能只看月費，月費便宜的那一家是因為你已經先押了一大筆進去，月費貴的那一家是因為你只押了20幾萬，錢沒有變不見，只是換了個位置站着。我們把兩邊各算1年給你聽，這樣最清楚。月費制那一家，一個人住最小的房型，簽約先交保證金25萬，然後每個月27500元，一年就是33萬。所以第一年你要準備的是58萬，之後每一年33萬，住滿10年，光是住宿費就是330萬，保證金那25萬還壓在裡面。押金制那一家，一個人住15平的低樓層，簽約押700萬，每個月管理費18200元，一年是218400元，住滿10年，管理費總共大約218萬，押的那700萬照合約條件退回來。你把兩邊擺在一起看，就會發現10年下來付出去拿不回來的錢其實沒有差到60倍那麼誇張，真正差很多的是押金制要你先拿出700萬到1500萬的本金並且鎖住，這才是兩種制度最實際的差別。兩個人一起住，數字又會變。月費制的住宿費是照房型算的，兩個人住一房一廳，住宿費一樣是每個月27500到32500元，但是保證金從25萬變30萬。押金制的管理費是照人頭算的，一個人18200元，兩個人跳到38000元，一年就是369600元。所以夫妻一起住，兩邊的差距又會被拉近一些。這些數字我都是照官網公告算的，你自己去問的時候一定要問清楚，餐費有沒有含在裡面，水電有沒有另計，洗衣清潔算不算加購。很多人是簽完約才發現賬單上還有好幾條沒算進去的東西，一個月多2-3千看起來不多，乘上12個月再乘上10年就是好幾十萬。這種會一直重複發生的小錢比一次性的大錢更需要先問清楚。有人聽到這裡會問，700萬拿不出來是不是就完全沒機會了？有一個說法是，押金制那家園區另外有短期租賃的方案，保證金大概30萬到60萬，月費4萬到8萬。我要講清楚，這是2024年媒體報道的內容，我在官網上找不到對應的頁面，所以不能保證現在還有，也不能保證金額沒變。如果你手上沒有那麼多現金，這是值得打電話去問的一條路，但是要用問的，不要當成已經確定的方案。接下來這一段是整支影片最有畫面的地方，押金制那一家的官網把繳款方式也寫出來了，簽約當天先付總額的 10%， 剩下的分3個月繳清。我們拿最高的那一個方案來算，30平12到20樓，押租金1500萬，10%是多少？150萬。意思是你那天走進去，坐下來，筆拿起來，簽下名字的那一刻就要交出150萬，不是1年後，不是慢慢存，是當天。剩下的1350萬，3個月之內要補完。換成便宜一點的房型也一樣，15平700萬，簽約當天要付70萬，剩下630萬，3個月內繳清。這對很多家庭來說，等於要在3個月內把一筆定存解掉，或是把一間房子賣掉。我把這段特別拉出來講，是因為很多人在參觀的時候，聽業務講1500萬會退，心裡就放鬆了，想說反正錢還是我的。可是退是退，在你搬走以後，錢押進去的這10年，你手上就是少了這1500萬。生病要開刀，子女要周轉，想換個地方住，這筆錢都不在你手上。所以真正要問的不是這筆錢會不會退，是這筆錢押進去之後，你的手頭還剩多少現金過日子。這個問題業務不會替你問。還有一個很現實的細節，跟這一筆錢怎麼湊出來有關。有些人會想把自住的房子賣掉去押，這個做法不是不行，
但是你要先把時間軸排好，房子賣掉要多久，3個月能不能成交，成交之後尾款什麼時候進賬，如果賣房子的時間跟繳款的3個月對不上，中間那段空窗你要拿什麼補？先簽了約再來煩惱這件事，是最容易出事的順序。也有人会想先跟銀行借，這種年紀要跟銀行借一大筆錢，條件通常不會太好，而且借來的錢要付利息，你押進去的那一筆卻是無息的，這一來一往的差額一定要先算出來，不要只憑一句反正會退就決定。現在講標題最後那一句，退不退得回來，答案寫在合約最後幾頁，答案是退得回來，但是有條件。押金制那一家的官網寫得很直接，居住超過2年退租，押租金全額無息返還。這句話裡面有2個關鍵字，你一定要聽進去。第一個關鍵字是超過2年，不是你今天押進去，明天不想住了就原封不動拿回來，要住滿一定的年限。這裡寫的是超過2年才適用全額返還，住不滿呢？官網那一頁沒有寫的那麼細，這就是你要當面問，要看契約條文的地方。第二個關鍵字是無息，1500萬押在对方那裡2年、5年甚至10年，還你的還是1500萬，沒有利息。你自己算一算，這筆錢如果放在別的地方，這些年的利息是多少？那個數字就是你的隱形成本。這不是誰騙誰，合約上白紙黑字寫了無息，是很多人根本沒注意到這2個字，所以標題藏起來的那個答案，這裡講明白，不是不退，是要住滿年限才全額退，而且退回來的是原數，沒有利息。真正該怕的不是被吞掉，是住不滿年限就想走。還有一個更少人問的問題，期限到了怎麼算？押金制那份合約有效期限寫的是10年，10年之後呢，要續約的話，押租金是照原本的金額續，還是要按當時的行情補差額？管理費會不會調？如果不續了，退租的手續要走多久？錢多久到賬？這些官網那一頁都沒有寫。你今年65歲，簽10年，到期的時候是75歲，那個年紀要重新搬家，重新適應環境，是很吃力的事。所以續約條件這一項，不是10年後才要煩惱的事，是你今天簽名之前就要問清楚，而且要看到白紙黑字的事。那月費制的保證金呢？這裡我要老實講，剛才那家月費制園區的官網只公告了保證金的金額，退還條件完全沒有寫。目前看得到的說法都來自媒體整理，媒體的講法是保證金的作用是入住者拖欠費用，或是緊急狀況要墊錢的時候可以扣抵，而且多數養生村要住滿2年以上解約才拿得回全額。這裡順便把保證金的性質講清楚，保證金不是預繳的房租，也不是你買下什麼東西的頭期款，它比較像租房子時押的那2個月押金，只是金額大很多，它平常就躺在那裡不動，等到有事情發生的时候才会被动用。比方说住宿費欠了幾個月沒繳，或是半夜送醫要先墊一筆醫療費用，等你搬走的時候把該扣的扣一扣，剩下的還給你。所以如果你住的期間都乖乖繳費，也沒有動用到緊急墊付，理論上這筆錢應該是完整的。會出問題的通常是2種狀況，一種是住不滿年限提前解約，另一種是欠了費用自己不知道。這2件事都寫在契約裡，也都問得出來。我要強調，這是媒體轉述，不是那家官網公告的內容，也不是法規。住滿2年才全額退，到底是不是整個行業的通例？目前只有一家官網有明文，其他家沒有逐家查證過。所以正確的說法是，至少有一家是這樣寫的，其他家你必須自己打電話去問，自己要契約範本來看，順便把一個網絡上流傳很廣的錯誤講法糾正一下。常常有人說，依法你有30天的審閱期，簽了不滿意，30天內可以退，這個講法不準確。消費者保護法寫的是，企業經營者應該給消費者不得超過30日的合理期間審閱契約，30日是上限，不是保證你一定有30天。實務上，這一類契約給的審閱期常常只有3天，你如果照着30天去主張，很可能會碰壁。正確的做法不是背法條，是當場就開口說，契約給我一份帶回家，我看完再簽。這句話你有權利講，而且正派經營的機構不會拒絕。同樣的道理，也有人說30天之內要解約，機構不能拒絕，
這個講法目前也對不上。我查得到的定型化契約規定是衛福部針對居家式長照機構定的，安養這一類查不到同樣的明文，所以這頂多是媒体整理出來的業界做法，不是法規給你的權利。你如果拿這句話去現場跟人家爭，很可能爭不到，反而把關係搞僵。再補一個要自己查的重點，這兩家的法律身份到底是什麼？官網上其實看不太出來，是立案的老人福利機構，還是用租賃形式經營的公司？這兩種身份適用的規範不一樣，能不能套用政府定的定型化契約範本也不一樣。這件事你可以打電話問所在地的社會局，或是問衛福部社家署，花10分鐘問清楚，比你自己在網絡上猜3天有用。講到這裡，你可能覺得這一支影片講完了，還沒有，還有第3道關卡，是幾乎沒有人會主動提的。剛才那家月費制園區的官網，在入住條件那一欄，除了年齡、體檢、健康狀況以外，最後還寫了一句話：入住前需完成本村指定之信託契約。信託契約是什麼？簡單說，就是你要另外把一筆錢交給指定的銀行管理，設定用途，設定條件。這筆錢跟你剛才交的保證金是兩回事。問題來了，這份信託契約要放多少錢？受託的是哪一家銀行？跟保證金有沒有重疊？如果中途要解約，或是人走了，這筆信託的錢怎麼處理？官網通通沒有寫，我查不到，你也查不到。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這一段是這支影片最值錢的地方，因為它不是價目表上的數字，它是一道你要親自打電話、親自去現場才問得出來的關卡。你要問的問題很具體：第一，信託契約的金額是多少？有沒有下限？第二，受託銀行是哪一家？錢是進銀行還是進園區？第三，這筆信託跟保證金能不能合併，還是要另外準備？第四，解約的時候信託怎麼結清？要多久？這4個問題你當面問，對方答不出來或是含糊帶過，那就是你要多想一下的訊號。我要先講清楚一件事，避免誤會。信託這個安排本身不是壞事，安養信託這幾年在台灣一直有人在推，本來的用意就是保護長輩，把錢交給銀行，按照約定的方式一筆一筆撥出去，避免有人一次把老人家的錢騙光，也避免自己哪天判斷力不好的時候被牽着走。所以園區要求要先做信託，出發點很可能是為了合規，為了讓錢的流向乾淨。問題不在信託本身，問題在於你事先不知道。一個家庭好不容易把25萬或是700萬湊出來了，結果到現場才被告知，還要再另外辦一份信託契約，錢又要再準備一份，這種措手不及才是傷害。所以我把它單獨拉出來講，就是要你在跑第1趟的時候就先問，不要等到第3趟都準備要簽名了才知道。再來講一個很多人沒想過的問題，就是你進不進得去。養生村不是有錢就能住，剛才那家月費制園區的入住條件，官網原文寫得很清楚，年滿60歲，配偶年齡不限，要通過指定醫院的體檢，日常生活要能自理，不能有法定傳染病、精神疾病、失智症、癲癇控制不良的，器官移植後病況不穩定的也不收。最後還要經過園區綜合評估，認為適合入住。我把這一段念出來，是照着機構的規定念的，不是在講誰的身體好不好，也不是在給任何健康上的建議。這是他們的收案標準，你去問任何一家都會有一份類似的清單。這份清單背後有一個更重要的事實，一定要講明白，養生村不是長照機構，它是給生活還能自理的人住的地方，提供的是住宿、餐飲、活動、環境，不是24小時的醫療照護。所以如果有一天住在裡面的人失能了、失智了，需要人餵飯翻身了，多半是要办轉出，轉到護理之家或長照機構去。這一點是很多家庭最大的誤會，以為錢交了，住進去了，以後老了病了都有人顧，可以住到最後一天。實際上不是這樣，你交出去的保證金或押租金，買到的是一段能自理的日子，不是買到一輩子住到最後。所以在算這筆錢划不划算的時候，要把這件事放進去一起算，也要先想好真的轉出去的那一天，錢怎麼處理，人要去哪裡。順着這個往下想，有2個問題也要一起問。第一，如果住到一半，身體狀況改變了，園區判定不適合繼續住，這種情況下的退費是照一般退租算，還是另外有規定？第二，夫妻2個人一起住，其中一位要轉出去，
另一位還能不能留下來，費用怎麼重算，這兩種狀況在現實裡很常發生，可是簡介手冊上通常一個字都不會提。還有一件事要提醒，體檢是要通過的，而且是照園區指定的方式做，也就是說你不是決定好就進得去，中間還有一關，所以先去排隊，先去做完評估，比先把錢準備好還重要。錢準備好了進不去，跟位置排到了，錢還沒到位，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麻煩。最後一個現實問題，你要等多久？先說資料時點，2024年9月的報道寫着，那家月費制園區，其中一棟716戶已經全數住滿，另一棟入住420戶。報道寫的常住戶數是1111戶，1352人，另外還有2500多人在排隊，以每個月受理250件申請來估算，等待時間大約1年半。到了2025年9月，另一篇報道又寫，5年前排隊只要3個月，現在平均至少要等1年到1年半，排隊人數已經超過4000人。同一篇也提到，這個園區開業以來常年虧損，是疫情之後需求才大增。今天已經是2026年8月了，這兩組數字都是前2年的，中間可能擴建完工，可能又有新的人排進去，實際情況一定跟這裡講的不一樣。我把時間點交代清楚，就是要你自己打電話去問現在的等待人數跟現在的價目，不要拿影片裡的數字去現場對賬。另外要注意的是，排隊人數多不等於每一種房型都要等一樣久，通常小房型、便宜的房型排最久，大房型反而快。所以你打電話去問的時候，要問的不是整體要等多久，是你要的那一種房型現在排到第幾號。這兩個答案常常差很多，但是這條曲線本身告訴我們一件事，從3個月變成1年半，需求是往上走的。意思是，如果你或家裡長輩有這個打算，排隊這件事要跟決定這件事分開處理，先去登記排隊，把位置卡住，錢的事，要不要真的去住的事，可以在等待的1年多裡面慢慢想，慢慢查，等你想清楚了才去排，前面又是1年半。最後把簽約之前一定要做的3件事講完。第一件，把保證金或押租金的退還條款那一頁單獨拍下來，不是拍整本，是拍那一頁，回家放大看，看清楚寫的是全額返還還是按比例，寫的是有息還是無息，寫的是幾年。這一頁通常在合約很後面，字很小，業務翻的時候會翻很快，你就開口說，這一頁我拍一下。拍的時候也不要不好意思，你要押進去的是幾十萬甚至上千万，看清楚条文是天经地義的事。真的有機構不讓你拍，那本身就是一個訊號，你就把那幾行字抄下來，一個字都不要漏。第二件，當面問一個問題，住滿幾年才全額退，住不滿的話扣多少？這個問題要對方指着合約條文回答，不要只聽口頭說沒問題啦，都會退，口頭講的不算數，寫在紙上的才算數。今天跟你談的那位業務，3年後還在不在職都不一定，可是那份合約會一直在。第3件，合約帶回家給子女看，或是花點錢請律師看過。這種一次押進去7位數綁10年的合約，找人看過的錢跟你要押的金額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。很多長輩不想麻煩子女，自己一個人去看，自己一個人決定，結果簽完才講。這種事一定要在簽名之前講，不是簽完才講。子女知道了，不只是多一雙眼睛，之後真的有狀況要處理，他們也才接得上手。如果你要陪家裡長輩去看，我建議你多做一件事，去之前先把要問的問題寫在一張紙上，到現場照着念，問完一題打一個勾。人在現場很容易被環境帶着走，看到花園漂亮，看到餐廳乾淨，聽到活動很豐富，心就軟了。原本想問的全部忘記，寫在紙上就不會忘。還有一句要交代，這支影片裡的每一個數字都是從2家園區的官方網站上抄下來的，各家隨時都會調整。你聽到的25萬、34萬、700萬、1500萬，管理費18200元，只能當作你打電話之前心裡的底稿，不能當作報價。真正的價錢永遠是你自己打過那通電話，拿到那份契約範本之後才算數。如果要把整支影片濃縮成一句話，那就是這樣：月費是給你看的，保證金跟押租金是給你簽的，看的那個數字寫在最大的字級上，簽的那個數字藏在合約最後幾頁，而會真正影響一個家庭的，永遠是後面那一個。
養生村可以住，也有人住得很好，環境、餐食、活動，很多長輩住進去以後，心情比在家裡好。只是這一筆簽約當天要掏出來的錢，值得你在坐下來簽名之前多花1個星期弄清楚。這1個星期換的是接下來10年的安心，很划算。